你是否曾经想过世界上的有钱人，他们都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嗨，大家好，我是建平。嗨，大家好，我是艾拉。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纪录片，叫做《富人与穷人的人生7年》？好像听说过。对，导演用了49年的时间，跟拍了14个不同阶层的孩子，每7年记录一次他们的生活。从他们7岁开始一直记录到他们56岁。最后这个导演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富人的孩子将来还会是富人，而穷人的孩子多半还将是会穷人。这部150分钟的纪录片证明了贫穷和富有的差距从小就已经决定了。那么是因为这些穷人他们不够努力吗？还是他们没有遇到机会？或者是因为他们的基因不够好？其实都不是。决定孩子未来贫富差距的是他们父母的教育方式，是父母从小教授给孩子的游戏规则。那么这些富人家的孩子到底是被传授了什么样的知识？到底是懂得了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尤其是在金钱方面，他们究竟是做对了什么，才会在长大以后比普通人有更大的成就？今天的影片将会分享有钱人从来不说，却在背地里教给孩子的6件事情。第一个，承认金钱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白手起家的富人都相信金钱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他们教给他们的孩子关于金钱的第1件事情。有钱的父母通常都会大方地承认，金钱的确是能够带来很多的东西。他们会告诉孩子，尽管金钱只是一个工具，可是利用好了这个工具，却可以换来很多美好的事物，以及你想要的生活。大多数的富人都明白，金钱给了他们自由，从帮助自己到帮助他人的能力。他们知道，当他们拥有足够的金钱时，他们将可以完成更多的事情。相反的，穷人则很少谈论金钱。有人说金钱不重要，甚至妖魔化，比如金钱是万恶之源，说这些物质的东西会驱使人变得贪婪自私。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种思想将会给孩子带来很深的影响，导致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忽略了经济生活，甚至下意识地逃离这些物质生活。这全是因为孩子的脑海里根深蒂固的认知，自然而然的生活品质也始终无法提升起来。第二点，富人会放任自己的孩子，让他自己理财。很多父母都担心孩子不会管钱，所以孩子一旦手里有了钱，父母就会害怕他乱花掉，甚至误入歧途。所以父母很少给他们孩子自己拿钱买东西，这其实是错误的。有教育专家认为6至12岁是儿童的一个理财观念培养的黄金时间。如果因为孩子还小就不给他接触金钱，不让他管钱，那么即使孩子长大了，他依然不会有理财的意识。这就好像没有看过河流的孩子，又怎么会知道流水是什么样的呢？所以很多的富人都会选择放手，让小孩从小就管理自己的金钱。比如像股神巴菲特这种投资大师，在4岁的时候就已经做起了人生的第1笔生意了。11岁的巴菲特就已经开始做股票投资了。第3，培养社交和影响力。简单来说，把话说好就是社交能力，改变他人思想和行动的能力就是影响力。想要挤进富人圈，这2个是很重要的能力。人这一生中能遇到的机会是很有限的，而社交能力和影响力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尽可能的打开机会的大门。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社交场合，让他们学习如何把话说好，从小培养与人交流的能力。那么第4点就是学习长期主义。我曾经看过一个调查问卷，这个调查问卷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如果在你前面有2种选择，100万的现金
和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据统计啊，有76%的人都会选择100万的现金。第二个问题啊，如果你知道自己40岁之前就可以赚到100万，那么再给你一次机会重新选择，你会怎么选择呢？这时候只有29%的人会选择100万的现金，绝大部分的人都选择了哈佛的录取通知书。那么这个测试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多数人做选择更多的是根据短期主义，在不确定未来的情况下，大部分人更倾向于看得到的既得利益。一个人的收入是取决于他本身的成长速度的，即使你有100万现金，但没有相对的理财知识，那么这个世界也会有100种方式来收割你。而如果你有过人的认知，那么就算身无分文，你也可以凭空创造出财富，直到最后你的身价与你的认知相匹配为止。比尔盖茨曾经说过一句话，人总是高估了自己在1年之内的成就，却低估了他5年后的发展。这句话说的就是大多数人都缺乏长期主义。一个人只有长期主义，才能站在未来，才能站得更高，走得更远。第5个，学会花钱。我们传统的教育是勤俭持家是美德，最好呢把钱全部都存起来，这样以后就会越来越有钱了。可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20年来看，那么事实就完全相反了。20年前的钱足够我们买一栋别墅，而20年以后，同样的一笔钱却只能够买到普通公寓，甚至可能连一间房子都买不到。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培养花钱的习惯。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包括金钱的价值。不管你存的是什么货币，美金、人民币，每一天、每小时、每分钟，它的价值都在下降，并不是因为外面的房子变贵了，而是你手上的钱变得不值钱了。那么如何保住它原有的价值，就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重点是，不管你学的是什么，都离不开把钱花出去。花的是什么呢？不是各种各样的消费品，而是花在那些能带来更多价值的地方。所以普通人会教导孩子要存钱，而富人则是教会孩子花钱，并且是花的越多越好。船停在港口是最安全的，但那不是造船的目的。钱也是一样，放在银行里是最安全的，但那不是赚钱的目的。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钱不是只拿来存的，也不是只拿来消费的，而是拿来赚更多钱的。你所累积的每一分钱都可以成为你的赚钱的工具，为你带回更多的金钱。第6点，赚钱最好的方法是帮助别人。有钱人教育孩子最重要的就是赚钱，最有力的方法是解决别人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越大，你所获得的薪资就越高。大多数穷人注重的是利用时间和努力来换取报酬，而富人注重的是在解决问题的本身。比如你在投资银行上班，你卖出去的是自己的付出，你的时间，你解决的是金融领域的一小部分，比如说市场调研或者大盘分析。你是在帮助你的老板解决问题，所以你领的是老板发给你的工资。但是如果你换一个场景，你拥有同样的技能，同样的知识背景，你去解决一个更大的问题，比如说帮助更多的人解决投资理财，那么你获得的就是每一个客户支付给你的报酬。为什么比尔盖茨只发明了一个软件就那么有钱了呢？那是因为他所发明的东西可以帮助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让这些人可以在家自由的工作。为什么马斯克是全球首富呢？因为他解决了全人类面对的问题。他发明了新能源汽车更环保，而且也可以有效的降低对整个地球的污染。所以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就要懂得去发现更大的问题，去帮助更多的人，去提供更多的市场价值，并且以这个价值本身来换取回报。就好像知识付费这个行业也是通过解决市场中的细分问题来获得高额回报的。
比如说线上咨询、自动化课程、直播课等等，通过知识变现给别人提供需要的价值，从而赚取收入，是最适合普通人创业的模式的。这个时代留给我们最大的资产就是信息差已经渐渐的变得越来越小了。换句话说，只要你想，你随时都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去得到你想要的任何资源。就算是富人能学到的，你也有同样的机会能够学习。我们不是生来是什么就是什么，而是你想成为什么就创造出了什么。你创造出了这个东西，也将会决定你是谁。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有给你带来点价值的话，希望你帮我点赞并分享出去，把这个价值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让他们也能跟你一起成长。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谢谢你的观看，我是建平，我是安娜，我们下一期再见。再见。